天我们来看长寿花，看看长寿花它在花期呢，应该怎样去养护它。我们通常从超市或者花店买回来一盆自己很喜欢的花以后呢，最期待的事情呢，就是希望后期的养护不要出问题。这一盆花呢，能够养得越来越漂亮，而且呢，花期也越来越长。最好呢，以后还能复花。那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呢，是你买回来的这一盆长满了花苞的花呢，怎么让它呢顺利的盛开？在这个期间的养护呢，其实很重要。如果你这时候养好了这盆长寿花呢，它不但能够花开得越来越美，将来呢，你想让它复花呢，也就有了更好的基础。这棵长寿花呢，已经养了有将近1个月了。现在大家看到的呢，是我刚刚把它买回来的样子，非常非常健康。通常呢，从花店或者超市买回来的长寿花，都具有2个特点，一个呢是它的叶子油得发亮，就是绿油油的。而且呢，很厚实，很健康，很强壮。然后呢，花苞呢有很多，数都数不清。通常呢，这个呢就是这个花的卖点。大家一看这个花，叶子又漂亮，花苞又多，那抱回家以后肯定会享受很长一段时间的。但是呢，经常有花友说到，就是这个花买回家以后，一不小心呢，浇水浇死了，或者呢，花苞还没有完全打开，就开始干瘪，已经盛开的花呢，很快呢就开始凋谢了。那要把它养得像完全张开，像一个球一样这样的完美状态呢，还是需要呢花一些小功夫的。如果你买完一盆花，你之后再回到那家花店，你看到和你同一批的这个花呢，它的这个状态，你就知道你养得好不好。通常呢，摆在花店或者超市里的这些花呢，应该状态都不如你买回家的这一盆的，因为这个你买回家的这盆，毕竟呢是你自己花了很多心思去养护的，所以如果你买回家以后的这盆花，你花了心思去养到最后还不如它放在花店里随便摆在那儿的那一盆的状态呢，那肯定呢你的方法是有问题的。那说到这里呢，我就要具体再说一说，在这个花期的时候我们要注意的2个问题。一个呢是虽然它已经结满了花苞，但是呢，如果你看出来它的花苞至少还有1半以上没有盛开呢，还是要适当的给这个长寿花呢一些光照。早晨的光照就可以了，下午如果有呢，给它一些也没有关系，只是不要暴晒它。那有了光照呢，对花总是有好处的，虽然它确实也耐阴，但是有一些光照肯定会让它的花开得更好看，特别是颜色。像这个粉红色的长寿花，如果见不到光呢，它的粉色就非常淡；有了光呢，它的粉色就显得稍微浓一些。另外呢，买回来的长寿花，通常花店都已经施了很足的肥，而且他们施的肥和我们家用的肥其实是有差别的。我们家用的肥都没有那么强劲，那么强劲的后面呢，它就很有可能是有激素的。所以呢，激素呢这样一种就是让花爆盆的这种激素呢，有一定的好处，但是呢，对于养这盆花的长久性来说呢，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呢，它会让它的土呢结块干硬，这个呢就是很有可能导致你的长寿花将来呢，越养越瘦。我呢也是养了几盆以后呢，就发现了这个问题了。
那之后呢，我就观察了以后呢，觉得长寿花呢还是要注意，就是你在它的养护过程当中不能够就只是浇水，什么都不管了。那你新买回来的这个花呢，还是要适当的呢给它补充一点点花肥。在什么时候补充呢？头半个月不要，因为通常花店也好，这个绿房子就是 greenhouse， 他们在养护这个盆栽的花的时候呢，他们一般施肥的规律是半个月一次。簇花呢，很有可能会7到10天就去施一次肥了。所以就是说，你抱回家以后，半个月以后呢，它其实就有一个，就像人吃饭吃习惯了，到那个点儿它就饿了。所以半个月的时候，你开始给它一些淡淡的补充一些淡淡的花肥呢，是绝对有一些好处的。如果你不补充呢，它也有可能一些花呢就没有力气打开。另外你会发现它的叶子变得很消瘦，不再像一开始那样油亮亮的。那这个叶子里面的能量去了哪里了呢？就是被它这些花在盛开的过程当中吸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长寿花养到后面就不漂亮了，花是开了，可是叶子呢却显得很憔悴了。然后呢，以后呢，第2年呢，想让它开花也就难了。所以，长寿花花期的养护呢，仍然要注意，一个是光照，另外呢，少量浇水。我说的少量呢，就是说不干不浇。那另外呢，半个月以后呢，略施一点薄肥。那这个花呢，即使是完全盛开以后，它的叶子呢，状态也还是不错的。花败了以后呢，如果这盆花，它的状态仍然很好呢，还会开一些，在它的花期之内吧，也就是说5、6月份之内，它还会开一些。那么一盆强壮的，而且盆土状态比较好的长寿花呢，到了第2年，想让它再开花，就应该容易很多了。好，关于长寿花花期的管理呢，今天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观看，欢迎大家订阅、点赞与分享，我们下期再见。